大家好，我是91APP，然后路易斯。那目前其实是任职于91APP广告业务处数据产品整合部。那主要其实在91APP负责了关于 MarTech， 然后有一些行销工具上面的一些数据相关解决方案。那今天呢，其实就很开心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91APP我们有个数据解决方案，其实叫做 CDMP 的一个数据中台。那在开启讲这个解决方案之前呢，其实我们每天就接触了非常多的这些品牌客户们。其实大家品牌现在都有一些困扰点，其实不外乎我相信是这3件事情。哪3件呢？第一块，新客人一直是每一个品牌、每个零售、每个行销人员的痛点。到底新客人要去哪里找？而且面对过去，其实大家可能都是过往比较依赖所谓的广告的部分，那广告费又不断的一直水涨船高，那这也是大家一直以来的痛点1。痛点2，好不容易花了一些广告费预算进来之后，那这些人竟然没有造成所谓的转换，那前面投入的这些流量费用是不是就白搭了？前面刚刚讲了新客人流量进来之后，好不容易品牌把客人留下来了，但是留得住吗？又会遇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旧客人好好的去经营它，不让他单单只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，就是最后变成了沉睡流失的客人。所以这3个问题痛点一路从新客流量到会员的留存，其实一直不断的是每个零售或者是每个品牌遇到的困难点，我们怎么解决？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CDMP 数据中台这样的一个服务数据解决方案。我们结合了系统，不单单只有系统工具，我们还结合了专业的顾问服务。透过系统，我们了解什么事情，我们去看懂每一个会员，一路从会员身上什么数据，他们喜欢买哪些商品，流量是怎么进站的，以及进站的这群人，我们的会员他们在站外会有怎样的一些兴趣特征。只有资料不够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？把它落地的执行出来。所以透过顾问，我们协助品牌做刚刚我分享了2大块。第一大块，怎么样协助品牌去找到更多的潜力新客的受众，这是第一块。对外，对内呢，我们协助品牌透过这些数据分析的了解，更加善用的去推动，把我们每一分挣得下来的客人都能够去做好更完整的会员流程，去推动我们的旧客回购。那其实我们访谈了很多品牌，其实很多品牌其实没有所谓的专门的一个专责数据团队，所以如果真的只有工具，其实往往很多品牌们就会停住了。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可以透过顾问的服务，协助品牌一起把这些数据解决方案更落地。那今天我就开始来展开一下，那到底这个 CDMP 数据中台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丰富的功能工具，以及还有哪些成功案例，一一来带大家做一个认识跟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路从数据中台里面会有怎样的精准数据受众，以及报表应该看什么，透过这些数据怎么去整理出来更有效的运用，那以及我这些数据应该运用到哪一些场景，怎么去做解决呢？最后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透过这样一个CDMP 数据中台的服务数据解决方案，怎么样协助品牌可以去做一个成长的提升，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成功案例。第一块，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件事情，叫做为什么精准受众要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我们不是把客人带进来，而是更认识他是怎样一个客人。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受众标签这件事情，其实就贴合到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刚刚前面开场的时候有说，品牌的很多的痛点在哪边？第一段，我怎么样去在新客的部分，透过一个受众标签去了解我们找到更精准的新客，这在第一段。第2段，我针对进站的流量，这些流量我必须要让它有转换的效益。那我怎么知道呢？一样，透过受众标签，我可以去得知访客身上带有什么样兴趣的标签特征，进而还可以搭配什么 pop up 所谓的弹跳视窗，我可以针对不同的访客身上带有不同的兴趣特征，去投其所好，可能投对应的这些 banner 去做不一样的行销沟通口吻。好。第3段刚刚有提到，我们把客人怎么样去做更好的留存，我们可以去搭配。我的会员，有的人可能喜欢用 APP， 有的人喜欢用 EDM， 有的人可以用简讯。那我搭配这些不同的管道，我也去结合了所谓的会员身上带有哪些购买商品的品项，并且去结合了他们可能是在不同的购买周期里面，那可以透过91APP 里面的个人化行销的一个旅程的工具，让每一个会员在不同的阶段里面，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。应该是提醒他，该回购了，或者是说，提醒他，其实有一些券还没有使用哦，这些都可以去运用在我们的3大场景里面。那有一个核心的部分是数据，数据其实就透过标签去做串联，把透过 CDMP 这样一个标签的资讯内容，我们把公域流量在站内的流量到私域会员留存部分，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。